如果有人问你哪些人是历史上最富有的人，你会想到谁的名字？也许是坐拥亿万身家的银行家，或是商业大亨，诸如比尔盖茨、洛克菲勒。想想非洲国王穆萨凯塔一世吧，他在公元14世纪统治马里帝国，本名为曼沙穆萨，也被称为万王之王。他积累了巨大的财富，这些财富让他成为历史上最富有的人之一。事实上，他巨大的财富只是他留给后世丰富的遗产中的冰山一角。当曼沙穆萨在1312年掌权时，同时期的欧洲大部分地区正饱受着饥荒与内战的折磨，但是许多非洲的王国和伊斯兰世界却蓬勃发展。曼沙穆萨在将伊斯兰世界的繁荣带到自己的王国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通过战略性的进攻，曼沙穆萨吞并了廷巴克图地区，并重建了对加奥士的统治权。他获得了在地中海与西非海岸间重要商贸路线的控制权。他不断扩张，极大地增加了马里帝国的领土范围。马里帝国境内自然资源丰富，盛产黄金，盐田万顷。人们第一次见识到曼沙穆萨的富有是在1324年。这一年，曼沙穆萨踏上了他前往麦加的朝圣之旅。在朝圣之路上，他不计成本，携带的物资数不胜数。关于这次朝圣的记录多为口口相传，文献记载上也存有许多不同的说法，所以很难详尽地描述朝圣途中的细节。但是人们一致认为，这是一次耗费巨资的旅程。历史学者们称，有大量随从参与了这次朝圣，包括数万军人、平民以及奴隶。先遣团由500人组成，他们手握精致权杖，身着丝质服装，为数甚多的骆驼与马，身上驮着大量的金条。他们沿途在开罗等城市停留。据记载，他将大量金子捐助穷人，购买纪念品，甚至用于沿途修建清真寺。事实上，他这一大肆出资的举动很可能使当地经济不稳，造成严重通货膨胀。据记载，这次朝圣之旅持续了1年多。当曼沙穆萨回到马里帝国的时候，关于他惊人的财富的消息已经传遍地中海各地。马里帝国和国王曼沙穆萨一时成为了传奇，而马里帝国被列入1375年的加泰罗尼亚地图则巩固了这一传奇。加泰罗尼亚地图是中世纪欧洲最重要的世界地图之一，它描绘了曼沙穆萨一手握权杖，一手托着闪亮金块的场景。曼沙穆萨真的将马里帝国和他本人放入了地图里。但是曼沙穆萨并不只关注物质上的富裕。作为一个虔诚的穆斯林教徒，他对廷巴克图地区有着极大的向往。廷巴克图在被吞并前已是西非的文化和学术中心。在完成了朝圣之旅后，曼沙穆萨在一位安达卢西亚建筑师帮助下，立即在廷巴克图修建了金加利贝尔清真寺。他还在此修建了一个重要大学，进一步提升这座城市的声誉，并吸引了许多来自伊斯兰世界的专家与学生。在曼沙穆萨的统治下，马里帝国完成了城市化，人口稠密的数百个城镇拥有学校和清真寺。曼沙穆萨国王的富有传奇被代代流传，时至今日，这些王室陵寝、图书馆以及清真寺仍旧伫立，作为马里帝国历史辉煌时期的证明。感谢观看，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请点击订阅，不要错过学习新知识的机会。